战印生气倒是没生气，就是不想让海童看到他在笑。他走进了大楼，察觉到老婆没有跟上，他停下来，扭头，严肃地问着他：“你是打算站在那里过一夜？”海童回过神来，屁颠屁颠地跑过来：“战先生，你不生气了？”战印冷冷地看他一眼，他眼神向来冰冷吗？伸手再戳一下他的额，他说道：“下不为例。”海童像犯错的小学生似的，忙举手保证：“我保证下不为例。”战印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海童赶紧跟上，看着他健壮的背影，海童的酒劲下去了，在心里腹诽着。奶奶还叫他要把他扑倒，就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他真没有扑倒他的信心。不过调戏他是真的很好玩，他也就是喝了一杯酒才敢这样调戏他，平时顶多就是摸一把他的脸，就是摸他的脸，他都防色狼似的防着他，好像他不是摸他的脸，而是脱他的裤子似的。回到家里，战印径直进了厨房，海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问了他一句，他不搭理他，他便不再自讨没趣，走到了阳台，在秋千椅上坐下来，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，脚尖点地，轻轻地晃动着秋千椅，想的却是姐姐的婚姻。他和战印属于闪婚，婚前谁也不认识谁，闪婚后两个人倒是相敬如宾，可能是彼此还不是很熟悉，大家都没有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吧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他过得还是比姐姐要舒心点，至少战印怎么对他都不会难过，因为不爱。但姐姐和姐夫是相爱了多年才修成正果的，姐姐嘴上说对姐夫心凉了，内心深处对姐夫肯定还有感情的，更何况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周阳。想起以前姐姐和姐夫的恩爱，海童叹口气：婚姻真是爱情的坟墓吗？短短3年，姐夫都敢对姐姐家暴了。海童，屋里传来了战印的叫喊声，才把海童飘远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他应了他一声，便听得他说道：“给你煮了碗醒酒汤，进来喝了后回房洗洗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他知道他心疼他姐，也想替他姐出气。夜已深，他又有醉意，战印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多说。海童默了默，没想到他进厨房是给他煮醒酒汤呀。他起身离开了阳台，回屋里去。与他的婚姻，只要他们都不付出感情，半年后离婚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互不相干了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海童在心里告诫自己，以后再不许借着酒劲调戏他，他们就做一对相敬如宾的挂名夫妻吧。战印把那碗醒酒汤放在餐桌上，见他进来了，他淡冷的道：“汤放在这里了，你喝完后把碗洗一洗。”说完，他扭身回他的房间，老习惯把房门反锁，既隔绝他的偷窥，也拒绝他的踏入。好几分钟后，海童嘀咕着：“以为我想进你的房间啊？若有一天你求我，我都不进去。”想到自己也是进房后就反锁房门的，海童不再嘀咕，说到底，这都是闪婚的后遗症。喝完了战印亲手为他煮的那碗醒酒汤，海童也回房里休息了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，海童醒来时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。他从床头柜摸过手机一看，已经是7点多了。习惯早起的他呢，鲜少会睡到这个点起来，他一般都是清晨6点左右就起来。是昨晚喝了一杯酒的缘故啊。还好，醒来没有头痛，就是肚子好饿啊。昨晚心疼姐姐，在姐姐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吃多少，现在变饿了。用最短的时间，他换好衣服，洗刷完毕，便走出了房间，想拐入厨房准备早餐时，却看到餐桌上早就摆好了早餐，还是他爱吃的广式早茶，各种小吃摆满了餐桌子。战印端着2碗皮蛋瘦肉粥从厨房里出来，看到海童起来了，他淡淡的道：“我起来的时候看到你还没有起来，便去外面打包了这些早点回来，自己再煮了点皮蛋瘦肉粥，我还以为是你做的呢。”差点就要夸赞他有大厨之风了，原来是去外面打包回来的啊。海童饿了，不跟老公客气，在桌子前坐下，拿起筷子就先夹了一只虾饺吃，这味道极好，不是附近早餐店买的吧？
一般的早餐店就算也会有广式早点，味道始终是差一点，不如那些酒楼的好吃。我开车去了管城大酒店买回来的，管城大酒店的早茶一样是多，味道绝佳出名。我想着不吃就不吃，既要吃，那就要吃最好的。事实上是战印让保镖们去酒店打包回来的。你这想法和我一样，我吃东西也是这样，不吃就不吃吧，既要吃，那就选择吃最好的。海童又尝了尝战印煮的粥，觉得味道也不错，他笑道：战先生，没想到你也有当大厨的潜质啊。战印不接话，等夫妻俩都吃有7分饱后，战印忽然说道：海童，你今天暂时不要去找你姐夫算账。为什么？你得问清楚你姐，她到底还要不要和你姐夫过下去。要是他们夫妻俩还要过下去的，你当小姨子的就不要带着教训的目的去找你姐夫，当然也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总要问一问的。虽说你和你姐感情很好，但你姐是跟姐夫过一辈子的，你要是去闹得厉害，教他们夫妻俩怎么过日子，或者是他们夫妻俩和好如初了，你这个当妹妹的就成了恶人，你姐会怪你教训了你姐夫的。战印与海童结婚也是初婚，他没有经营婚姻的经验，但他听说过有些夫妻打架后，娘家人出头，结果让夫妻俩再也过不下去，闹离婚时呢，女方反而责怪娘家人，因为女方没有想过离婚的嘛。海童想夹缝爪的动作顿住，战印说的话不太好听，却有点道理。他姐是说过离婚，但现在并没有提到明面上来，也不知道姐姐是否真能下定决心离婚。以他的脾气，找周红林算账时，说不定也会动手把周红林教训一顿。真打伤了周红林，他姐会不会心疼？我也不是说不让你替你姐出气，要是你姐和姐夫撕破了脸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我肯定支持你去找你姐夫算账的。海童闷闷地啃了一只鸡爪后说道：你说的也有点道理，我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出手教训人便是，不过警告一番还是要的，免得周家人以为我姐没有娘家人，任他们作贱欺负。战印见他听进自己的建议，便不再说话。吃饱喝足后，略坐了片刻，夫妻俩一起出门。知道海童很担心姐姐，战印送她回店里之前，还拐道去了海玲那边，让海童看过姐姐的情况。她的体贴让海童很感动，昨晚才告诫自己不要再调戏战印，面对她的体贴，海童便把告诫甩到太平洋去了。小军说战印真心不错，趁着他和他还是夫妻关系，让他争取一下吧。半年之约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还有5个月的时间，他争取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和战印培养出感情，成为真正的夫妻，免得将来后悔啊。就像商小飞说的，爱了就要追求，哪怕追不到手，好歹努力过吧，那样就算没有得到战大少爷，也不会留下遗憾。看到了送给他的那盆发财树，随口说了句：你的发财树还在车上。一会儿回公司后就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海童笑，有人问起，记得多帮我推荐推荐。好，战印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会让苏南下单多买点他网店的工艺品。苏南，干嘛又是我？海童本打算一会儿就去周家找姐夫谈谈的，没想到周家人先找上他。他在半路上就接到了沈小军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周红林的母亲和姐姐在店里等他，他们来找他也好，省得他登门了。战印问了句：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来的是我姐的婆婆和大姑姐，女人之间一般也不会动手，顶多就是吵架，你一个大男人的没必要和那些泼妇争吵，免得掉了身份。放心，不管是吵架还是打架，我都不会输的。没有爸妈的孩子，又有一大班的极品亲戚，海童颇为泼辣。用他的话说，不管是吵架还是打架，他都会赢的。战印这种高修养的人啊，不是把他惹怒，他都不可能去和别人吵架甚至打架的。海童既然说他不需要帮忙，战印便把他送到店里，就开车去上班了。不过路上他还是有点郁闷，因为他今天穿了海童买给他的西装服，一起吃了早餐，又送他回店里，他愣是没有看出来，有这么帅的老公，注意力居然不放在他身上。
战印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是9点了，还好啊，今天没有看到商小飞堵门。他没有拿着那盆发财树下车，因为现在人少啊。坐着电梯上到顶楼，刚走出电梯就看到了苏南。苏南夹着一份文件，右手拿着手机准备打电话的样子。看到他了，苏南放弃了打电话，对他说道：“有份重要的文件，很急的找你签字，你都不在，我以为你今天不回公司呢。”战印淡淡的解释了句：“送我老婆上班了，回来的就晚了点。”战总，你能不能别再秀恩爱了？我现在是不会结婚的。战印结束了单身，就看不得他单身了吧？老是秀有老婆的好处，不就是想拉他下手，也结束单身贵族的生活吗？咦，你今天怎么穿了这身衣服啊？苏南眼尖，看出战印的西装外套不是惯常的牌子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换牌子了？”战印是个很执着的人，他对一个牌子情有独钟的时候，能长年累月都穿着那个牌子的衣服，不会轻易换牌子的。以战印的眼光，他平时穿的西装服也是很贵的，不像他今天穿的这套西装，顶多就几百块钱。这不像是战印的作风呀。苏南跟紧战印的脚步，关心地问道：“战总，是不是我们战氏集团出现财政危机了？所以你为了省钱，开始穿地摊货？”就几百块钱一套的西装，在苏南这种阔少的眼里就是地摊货。战印进了总裁办公室，才回答苏南的问话：“战氏集团要是出现财政危机，你这个总特助能不知道？这是我老婆送给我的新衣服，怎么，衣服不好看吗？我瞧着挺好的，穿上去也很合身，也舒适。得，他别问了，问了又是被喂一嘴狗粮的。哎，总裁夫人送给老板的新衣服，老板自是要赏赏脸，穿上一回的。”苏南觉得他这个上司兼好友对总裁夫人已经渐渐有感觉了，否则打死战印都不会穿这身衣服的。就是瞧着上司的样子，似乎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对夫人有了感觉。苏南顿觉得有好戏看了。战印如何，海童并不知道。他进店后看到了姐姐的婆婆和大姑姐坐在收银台前等着他。小军给他们母女俩各倒了一杯温开水来，放在他们的面前，不过他们并没有喝。见海童进来，母女俩的脸色都是很难看的，绷得紧紧的。海童压抑着怒火，客气地开口打招呼：“周姐姐、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他还想去找他们呢，他们倒是先来找他了。海童，你现在不忙吧？母女俩来的时候，学生们已经进校门了，并没有看到店里繁忙的情景，认为海童的书店生意很不好，当初私底下挑唆着儿子，想方设法把海童赶出去，是对的。就这样冷清的生意，能赚到钱才怪呢。况且这地儿的租金也是极贵的，可能是连租金都赚不到，怪不得海童还要没日没夜的编织工艺品放在网店上销售，再让海童住在他儿子家里，还不知道要占多少便宜呢。海玲花钱那么厉害，大概率就是贴补妹妹了。AA 制实施得很好，大大的保障了红林的利益。这是周妈妈母女俩的想法。不忙，阿姨有事啊。海童到现在都还是很客气的，战印说的话有道理。在姐姐还要和周红林过下去时，她都不要跟周家人撕破脸，免得姐姐难做人。周姐姐一脸愤怒的道：“我们过来找你，当然是有事儿。你姐姐把我们家红林打了，你看这事儿怎么说啊？”海童听了周姐姐的话，那积压在心里的怒火想压都压不住了。不过她还是很有风度的，并没有冲着周姐姐拍桌子。她不紧不慢地走进了收银台，坐了下来，看着周姐姐反问着：“周大姐，你说我姐把我姐夫打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是我姐先动手的，姐夫不曾还过手。姐夫被打成了什么样？住院了。”周姐姐不要脸地道：“就算是红林先动手的，又怎么样啊？你姐姐就是该教训教训，那天红林都想教训她的了。考虑到你带着你丈夫过去，给你姐一点面子，我们也劝着她，她才没有动手。就你姐姐做的那些事儿，哪个男人遇着了不会大耳光抽过去？你姐做错了事，被丈夫打，那是她活该，她好意思还手？还把红林打得脸青鼻子肿的，几天都不敢回家。海童，
你是比你姐姐小几岁，但你现在已经嫁人，就是独当一面的了。你是你姐的娘家人，这件事我们只能来打你谈谈，怎么处理？你必须让你姐买上厚礼，去我们家向红林赔礼道歉，并写下保证书，以后再也不和红林动手，把红林接回家去。听了周姐姐的话，海彤和沈小军都被刷新了三观。海彤是知道周姐姐就是个极品，上次姐姐过来时向她倾诉过，现在看来周姐姐就是极品中的战斗机，她都要气笑了。周家母女俩也不给海彤说话的机会。周姐姐说完后，周母也接上话来，她说道：海彤，你周姐姐说的在理，哪家当老婆的不上班，在家里不做饭的？红林要上班，工作又忙，忙了一上午回到家连午饭都没有得吃，还要他自己动手烧菜做饭，他这样跟没有老婆的单身汉有什么区别啊？房贷、家用都是红林出了，你姐在家里带娃，又不用做其他事情。杨洋是个乖巧的，你姐在家纯粹就是玩，这么好的日子，她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还要跟红林打架。红林压力那么大，她帮不到忙就算了，竟然连饭都不做了，让红林饿着肚子。红林发脾气那也是正常的，换做谁都会发脾气啊。AA 制那也是没有办法才提出来的事，你看看你姐花钱如流水，一天就花1000多，当红林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三口之家一天花上50元买菜就足够了，一个月也就1500的生活费。红林给他3000元一个，还有多了，他好意思跟红林计较这个 AA 制的事？他有本事的自己去赚钱，别吸红林的血，你姐不心疼他？哎，我们做父母亲人的是要心疼的，你姐读了那么多书，有什么用呀？赚不到钱，你看看你周姐姐，人家3个孩子呢，不也照样赚钱养家？轮到你姐姐了，带个孩子就说赚不到钱了，老是要红林给钱养她。她又不是红林生的，凭什么要红林养着她？养着她就算了，还不把红林照顾好，现在连饭都不做了，像什么样？也就是我们周家厚道，忍了你姐，换成其他人家，看看人家会忍你姐吗？早就离婚了，把你姐扫地出门了。周母说的话比周姐姐更过分。沈小军去拿来了扫把，装着扫地的样子，其实是等着好友的眼色，把这对极品母女打出去。大家都是女人啊，何苦为难女人？海彤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她黑着脸冷冷的道：阿姨，你是帮周姐带孩子的，你觉得带个孩子容易吗？你觉得你带着一个2岁大的孩子能赚钱吗？周姐是有3个孩子，但她的孩子都是你何叔在照顾，她只管生而已。我姐生的是你们周家的亲孙子，但你们当亲爷爷奶奶的，从来没有搭把手，你也好意思拿周姐和我姐比？要是你能帮我姐带孩子，我姐也能出去上班，也能赚到钱。在我姐结婚前，她的收入是比姐夫高的。周姐姐插话，孩子是自己生自己负责的，公婆没有义务带孙子。是呀，孩子自己生自己负责，周姐怎么不自己负责？周姐姐张嘴后说道：我爸妈愿意帮我带孩子，你有本事的叫你姐去找你爸妈帮她带孩子呀。海彤端起周姐姐面前那杯水，直接就泼到周姐姐的脸上。啊，海彤，你做什么？嘴巴那么臭，那么毒，帮你洗洗。海彤冷冷地瞪着这对母女俩。周姐姐气得想动手，被周母拉住了。周母说了女儿一句：你弟妹的爸妈早就死了10几年。你说这话也是诛心，怨不得海彤生气，可她也不能泼我一脸水，把我衣服都弄湿了。海彤，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沈小军在旁边用力地扫着地，总算带着机会插话进来。你这套衣服要是正品，倒是值千把块钱，可惜你穿的是西贝货，不值钱。你要是花了1000多买它，那就是被骗了，没有花那么多钱，顶多就是100几十块钱。周姐姐黑脸指着沈小军就骂道：你懂什么啊？你才穿西贝货呢，我这是正品，1000多一件，你穿得起吗？穿不起就嫉妒我说我的是西贝货。沈小军呸了一声，姐的衣服随便一套都好几千元呢，名牌的都要几万元，就你这件衣服
在我家就是抹桌子用的抹桌布而已。你周姐姐被气得脸色铁青，心底也有点虚，因为她是花了几百块钱买的，她在这个牌子的官网查过啊，正品随便都要1000多元一件，她也不敢保证自己这件真的是正品。海童，周姐姐叫喊着，你请的是什么员工？这样的态度，你赶紧把他给开了。海童冷冷地道，对不起，那不是我的员工，这是我店里的股东。周姐，你穿的真是西贝货，我怎么觉得你是恼羞成怒了？穿一身西贝货来办名牌，也没有谁了，还说他赔不起，笑死人。周姐，咱们先不说衣服的事，我姐夫妻俩的事，我把我身为娘家人的态度摆出来。周红林既然要 AA 制，我姐做的就是 AA 制，这没错，她提出来的后果她得承担，别想她自己 AA， 却要我姐全部付出，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？当然，周姐愿意对你丈夫称奴，做个奴隶，我没意见。但我海童的姐姐不是奴隶，现如今男女平等，夫妻平等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你逆来顺受，那是你的选择，别想让我姐也逆来顺受。打架的是周红林先动的手，他把我姐往死里打，我姐是为了活命才反抗的，他那是正当防卫，想让我姐赔礼道歉，不可能。倒是你们回去劝劝周红林，向我姐赔礼道歉才是正道。海童神色冰冷强硬，没有半点怕得罪亲家的意思。他说道，你们要是嫌我姐不赚钱，只会花钱，可以把我姐送回来，别对她动粗，你们自家的孩子你们会心疼，我海童的姐姐我也会心疼。还有那天我姐一天就花了1000多元，是买衣服了，因为我要带我家先生见家长，我姐为了面子好看一点，给她一家人都买了新衣服，不完全是花在她自己身上，不能因为这件事就把我姐当成败家精。我姐嫁入你们周家后，已经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，就为了这一次，你们就死咬着不放。对，是你们周家厚道，非常厚道，对儿媳妇厚道的，我都想给你们送快匾了。周家母女俩被海童的话说的一阵红一阵黑的，当然是黑的居多。他们始终认为他们是对的，海玲是错的。我姐一天不做饭，你们就说周红林有妻子等于没有妻子，反过来，我姐不也是有丈夫等于没有丈夫吗？既养不起妻儿，结什么婚？跟你们过一辈子算了。况且我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。阿姨，你在你女儿家里做牛做马的，你觉得打理一个家很轻松吗？周母张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女儿家里的家务事以及带娃、辅导孩子功课，都是她夫妻俩在做。说实话的，真的不轻松，经常烦得要命，特别是孩子小，不懂事，调皮得很，整天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往往是你这边刚收拾好，那边又会被玩具洒满地。孩子小的时候还经常哭闹，一点事儿不顺心就哭，往地上滚，带娃才是最累的活儿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心疼女儿，周母是宁愿去找份清洁工的工作做，都不愿意带娃做家务。阿姨，别揣着明白当糊涂，自己都觉得不好干，凭什么要求我姐无条件的付出？凭什么就觉得我姐很轻松啊？婚姻是靠夫妻共同经营，共同付出的，没道理只让我姐付出，周红林就享受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嫌弃我姐了，可以把我姐送回来，我能养得起她。但你们不能对我姐动手，这一次看在我姐还手了，我就不跟你们算账了。但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对了，你们该知道我是学过散打的，我打起人来比我姐厉害多了。你们要是觉得周红林承受得起，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些话。他要是出手教训周红林，不把周红林打得卧床半年，他都不会罢休。敢家暴他姐姐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就你姐那副鬼样子，离了红林，谁要他又懒好吃，还胖得像猪。红林看到他都倒胃口。哼，离婚要是离了婚，她嫁个70、80岁的老头子都没有人要。周红英，周母低叫了一声，还拍了女儿一巴掌。周姐看到海童一副想杀人的样子，缩了缩，不敢再嚷嚷，但在心里不停地嘀嘀咕咕的。海童，你周姐说话就是不经大脑，俗话都说劝和不劝离，
别说离不离婚的事，那样太伤咱们亲家感情了。杨洋还小呢，可不能在破碎的家庭成长。是，红林这次也有不对，他再怎么生气也不该动手打你姐。这俗话说呀，夫妻床头吵，架床尾和，让你姐去我们那里把你姐夫接回来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别老是吵吵闹闹的。我想你和我们一样，都是盼着他们小夫妻俩好的。夫妻嘛，总会闹点矛盾，过后就算了，别计较太多。海童冷声说道，周红林是断了2条腿，还是不认识回家的路，需要我姐去接他，让他姐去周家接周红林回来，他姐肯定还会被一家子欺负教训。况且那样也是让他先低头的意思，海童是不会让姐姐低头认错的。周红林爱回就回，不回就一直住在他父母家里呗。哎，他姐还乐得清静呢，你这丫头怎么有眼不进？周母生气地说了海童一句，反正红林不回家也不会给你姐生活费，你姐要是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就让她一辈子别登我周家门了。周母说完拉着女儿就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姐妹俩能强到哪里去。周母走到门口都还扭头叫了一句，海童面无表情，忍了又忍，才没有砸东西。哎，他姐是真的嫁错了人，入错了家门。都说女人嫁人不仅仅要看男方的人品，还要看他的原生家庭好不好。海童，你也太好脾气了，换作是我早就大扫把打过去了，太气人了。我没见过这般极品的人，和你老家的那些亲戚有的一拼。沈小军在旁边听着都气得半死，他们不动手，我也不好动手，耍嘴皮子我也不会输给他们。跟这些极品生气，没得气坏自己的身体。小军，你还未婚的，以后得睁大眼睛看清楚男方及他的家庭，嫁错老公真的是毁终生。他姐终究是错付了啊！现如今海童就盼着姐姐早点做决定与周红林离婚。想到姐姐如今的境况，海童又心疼不已，知道姐姐还忍着不离婚，没有撕破脸，是因为姐姐还没有底气，现在就离婚，洋洋的抚养权很难争取得到。我以后是绝对不会嫁那种家庭的，太极品了，说的话话里话外都是奴性啊。他们周家是娶媳妇儿还是奴隶呀？分明就是把你姐当成免费保姆，还要被打被骂不能还手的那种啊！呸！沈小军气恨地道，让海玲姐现在就去找工作，找自由一点的工作，有工作有收入有底气，稳定下来了就离婚吧。像你姐夫那样的男人还留着做什么？小气抠门还家暴，满脑子奴役妻子的思想，这样的男人不扔了还留着过年。我会跟我姐好好说说的，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免得被人欺负。姐姐没有收入来源，始终是处于劣势，要不叫你姐来咱们店里上班，我给你姐开工资，不用你出那份钱，这样也能照顾洋洋，一举两得。沈小军真的想帮海玲。海童叹口气，我姐不会来的，她觉得咱们店里也不赚钱，我还得兼职开网店才能赚点钱。其实他们店里的利润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姐姐坚持不愿意来赚她的钱，她也无法说服姐姐。海玲姐以前是干财务这一行的，我问问念生，他们张氏集团要不要人把海玲姐安排进去。我姑丈家里的公司虽不如战氏集团，也不如商氏集团，但也是大集团，福利待遇都很不错的。有念生罩着，海玲姐也能好过点。况且海玲姐以前在职场干了那么多年，是个有经验的人。海童想了想，问道：能行吗？我姐离开职场3年多，这几年都与社会脱节，重回职场等于重新开始的。念生现在在他们家公司也还在历练期，怕是不好安排我姐进去吧。你周末不是要请念生吃饭吗？到时候问问他，看看他能不能安排。他要是没这个权利，我亲自去找我姑丈吧。张氏集团现在是他姑丈当家了。那行，为了我姐，问问念生、小军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我是把你姐当成我亲姐看待的。看着海玲姐如今过的日子，我也心疼她，想帮帮她，让她早点立起来。女人还得当自强，真的别太过依赖男人。从海玲的婚姻里，
沈小军感悟颇深。虽说呢，他不缺钱，以他家的条件，他将来必定是嫁个门当户对的，但呢，他也不能更不会依附着男人过活。别太担心，海玲姐也不是没用的人，她只是被孩子吧，被婚姻拖住了她前进的脚步。只要解决了目前的困境，她必定会一飞冲天，脱胎换骨的。不过还是借海玲姐减肥吧，也要保养自己。自己不对自己好，指望谁对你好呢？沈小军就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，别说他不差钱的人啊，连海彤也不会亏待自己，护肤品都是用最好的，平时很注意保养自己的容颜。我今晚回去就跟我姐好好的谈一谈。海彤也觉得姐姐得减肥，姐姐1.63米的身高，婚前90斤，现在已经200斤了。不为外在美，仅为了身体健康，她姐也该减肥。她姐就是能吃，每天3餐吃得多不说，还要吃很多零食，然后又缺少运动，就越来越胖了。海彤也能吃，不过她坚持运动，身材保持得很好。还是现在跟我姐说一说吧。海彤当即掏出手机，准备打电话给姐姐，手机却先响了起来，是战印给她来电话。战先生。战印在电话那端又是习惯性的沉默一下才开口，问他周家人走了吗？他们没有做出过分的事吧？没有做出过分的事情，就是说了很多过分的话，把我气得差点动手打人了，都可以和我老家的亲戚比一比了，都是极品，话里话外都怪我姐，说是我姐的错，还想让我姐背上厚礼登他周家门，向周红林赔礼道歉。我呸！提到周家母女，海彤就气得不轻，在电话里就呸了一句，呸完了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对战印说道：战先生，我实在是太生气了，你别怪我说的话污了你的耳朵哈。战印温沉的道：你没有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的，应该拿扫把将他们赶出去，家暴了姐姐还好意思叫姐姐登门赔礼道歉。我自是把他们对得无话可说，落荒而逃了，小军扫把都拿来了。我想着我们是文明人，忍了，没有用扫把轰他们。战印想笑，他不是能忍的人，但为了姐姐的未来，在姐姐未做出决定之前，他都忍着难为她了。你姐夫在哪家公司上班？战印准备跟对方公司的老板打声招呼，好好的关照一下周红林，前提是他要认识对方公司的老板啊。威浩电子公司主要是生产各种电子产品的零件，规模挺大的，公司里有3000多的员工。我姐和周红林都是毕业后就进了那间公司工作。我姐原本是财务的，然后结婚前都干到了财务总监。她天真，太相信周红林了，婚后就辞掉了工作，在家里备孕。后来怀孕生子，又带娃，离开职场3年多了。周红林倒是一路往上爬，现在已经是公司经理了，配有小秘书。战先生，你认识威浩公司的人？战印不认识，不过听说这家公司，战氏集团旗下分公司也有一间是生产各种电子产品零件的，与威浩是同行，同行相忌，算得上是对手吧。分公司不用战印打理，不过呢，他想了解威浩电子公司，只要吩咐下去，分公司的总经理自会把威浩电子公司的所有资料送到他面前来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吧。战印扯了扯领带，这条领带也是海彤送给他的，虽说是报答他的帮忙，花的是他的钱，就是他送给他的，他就要穿着出门。下午上班的时候，他再把那盆发财树抱进办公室招摇过市的，能吸引大家的眼球，不用他推销，大家就会跟风去网上购买发财树的工艺品。奕晨之前又推荐了一波，相信大家都会涌入海彤网店里买工艺品的。他无声的宣传力度要比奕晨大得多了，我能解决的都会自己解决的，现在不用你帮忙。真要说帮忙的话，问你件事，你们公司财务部需要人吗？我姐得重回职场，那样才有底气想以后的事情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，颇为抱歉地道：海彤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帮到你，我们公司财务部不需要人啊。就算需要，他也不会安排大姨姐进战氏集团的，那样他战家大少爷的身份就会穿帮。没事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我姐有经验。只要他决定重回职场，
相信他能找到工作，重拾自信的。海童相信姐姐的能力，